这儿继续做一些节目啊。这儿发现了2个更新，一个是输出了美国赛季，美国赛季有些啥去了？特朗普、普利西奇，小维尔，还有麦肯尼，可能最好的卡都是这张。还有的我不是很了解，邓布西肯定已经退役了噻，多罗还在提高没得，不晓得，我都不晓得。不晓得多罗啊，不晓得还在抓没得。美国大联盟看得少，主要还是看五大联赛嘛。然后那个箱子还有一个更新，就是3种箱子的几率都变了。银箱子的金开几率翻了1倍，从1%变成2%了。金箱子的传奇开的概率也翻了1倍，从1%翻成1%。重要的是最主要的是那个传奇箱子也是翻了1倍，但是传奇箱子它本身是10%的概率开出传奇卡，能够翻了怕就20%了，相当于平均5个箱子出来一张传奇卡，但是出哪一张都不晓得。你比如说，你想这个赛季像那个弱日那种完全是垃圾，那种完全就是一张金卡噻。它反应还是高了，反应还是可以，但是它那个数值力量害它那个身高，而且它那个 POW 和 D 那个要注意哈。以后一个中场球员后上的不是盯到最前面那个，也不是边锋速度那么快的，没得那么快前去查到那个地图那种能力哈。你如果 POW 的话，你那种远射插了和长插的话，实际上那个球都不是好用。再加上它反应虽然还是可以，但是你那个在中球的它那个体量和速度完全不够看。所以你除非那种贴身，相当于贴身情况，如果力量高，你都撞不赢别个，这种头球他整不到。如果空间大点儿，放飞轮球员他去追的话，也是追不到的，那速度太慢了。他只有那种近身贴地板球那种，就抢下那种球可以。比如说别个躺大了啊，或者他们侧身呢协防，那就抢一下可以。那个球怎么说呢？反正我是觉得它都是一张金卡，都是反应到了低点金卡。一个是说有那个美国赛季，还有一个箱子另外一点我们那个说那个主题，就说那个 UDS 和那个 S 门它的第2个不同的点，就是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还不晓得。就是那里有一个选项，就是那个缩放功能。你可以在比赛那个游戏的时候能调整你的视角，并不一定要用它那个自动视角，可以调整都有。你很多如果看到我前头的片子，我那个耍游戏都晓得，我这个人很小，我球很小，我隔得很远，从高头看下来那个角度，但是很多人耍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和那个 S 门一样，还是得用的那种比较低的角度，但是人呢比较大，能够看起来能看得清楚些。我们现在看下然后我们一起刷的一个朋友的留言，我看他是给我留言，我也顺便喊他说发一段他的上来，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就是去交流一下嘛。就看来他也是用的那种老的视角，比较低的那种低的角度，看起来是很大。如果比如说你录视频的话，用他那种方法录起来看得很清楚，但是他那个有个啥子不好啊？因为它太低了，它在传球的时候呢，我们手指门都是有误差的，因为那个触屏手机玩的哈，它不像鼠标那个，你看得到电脑但你的手本身都挡到的，加上你手有些透动啊，本身就有些误差，它能够俯视下来就过
角度变近的话，看起来虽然变大了，好像能够更精准的等于手指碰到那个角度，但实际上那个角度哈，没有我那种是我用的那种高度很远能够看起的能够好，那么精准。为啥子等于说它屏幕变大了，反而还没得我隔得远能够精准呢？我们来看一下吧，看一下它这个耍法。就我在那个 YouTube 上也看到的，很多人也是用的那种，你说也是一样的耍法。就是你可以看到它那种隔很近很大，倒的出来很精准哈。但是实际上为啥子我说它那个没得我用那种方法，我那种视觉高视觉用的清楚啊？因为你那个视觉啊，你是那个视觉，虽然看起来人变大了，场地变大，但是你角度更低。你对于那个超频来说呀，实际上超频反而变得更窄了，就是纵深的角度反而变得窄了。你手中的稍微有一点抖动啊哈，你那个波动度很大的距离都是好几米，稍微头大点都是10米以上。像我那个视觉的话，我相当于我更接近一个俯视，相接于一个平面，相对更接近一个上叠视角。我那个精准度啊哈，虽然我的画面变得更小，但是我是更俯视的角度去看的哈。对于纵深那种控制啊，实际上我更精准一些。我的实际上面积更大了，实际上它拉得更远了。基本上我那个手机从手机屏幕到手机上面整个一块屏幕都是的。但是你那种啊，看起来虽然放大，看起来虽然画面放大，但是你角度小的话，实际上整个超频它是变窄了，哎。我是整个手机那个一块都是超频，你那个放低了，虽然画面宽度是变大，但是由于那个角度变小了以后啊，对地面看的角度它反而变窄了，变得更窄了。你那种手稍微有点误踩，就纵深那方面都不准，你左右肯定要更精准些，因为你变大了，哎，那个肯定往左往右那个横向肯定要更精准，但是你纵向实际上面积是变小了，纵向面积变小了，所以你稍微手有点抖动啊。差得很大，那个其实你们可以多告一下，特别是手机比较大的，完全应该用我那种，那种对整个视野观察、整个场面那种啊，确实看得更清楚位置些，特别是那种介于越位和不越位之间的球啊哈，更容易掌握些那种。这儿是开一把哈，那我用另外的一个号。5德兹，15Pro的84，它那个其实1.87米的身高还算可以，速度也可以，后摄像也可以，实际上就是力量稍微低了点儿。其实机器的升到5星的时候才70瓦，虽然那个游戏5星还可以升到，但是升起来都很慢了。比如说它那个力量啊，最多可能升不到好高的一个可能，如果像 DLSS 可以一直升的话，那个可能升起也很费力，升很久才得行。还有400块钱。变成传奇了。实际上那张卡的主机本身都是传奇，何况那个弱日料必须的话，那张应该是金卡，那张应该是传奇卡。实际上85了，90了，看到没？这个有点好看了，它这个版面90的后摄像都在80了，都是力量稍微低点，但是75力量都不算很低，就除非遇到雨滴格刹手机一扛那种都是最好的那种后卫，对它才比较长。那张卡其实很好用，在前头至少等于在座的把啥子哈兰德啊那些开出来以前呢，啥子哈兰德、凯恩、莱文的开出来那张卡是非常好用的一张卡，而且的速度相当可以。初始的有89，还是张金卡，关键是金卡好容易得嘛，初始都可以刷出来，我是初始刷出来的。如果后面赛季有它的话，
有出现它的话，肯定很好抽。金卡你看嘛，光是金箱子24，传奇箱子都是48那个，你基本2个箱子开得出来一张金卡，一个赛季不归都7张金卡，这种能开出来。设置一下还是，我就肯定都不给他来发。这个村的篮球球，72总体其实也不高。其实那张卡可以，那张还有点意思，以后再说，这儿不说，开吧。Who will win in these wet conditions? 3个开球。And we're off. Who can get the first goal? 看到没？我如果放低了的话，它反而变窄了，我拉远了，它反而变得更开了。And that's 这个 lofted 前后都 upfield. 更好控制，实际上。 Well cut out. Ah, he's played it long. What an opportunity! That opening goal will really fire them up. 这太轻松了。 That could be a really important goal in this football match. Who 它 knows? 确实是一张很好的卡。 And with the defender now. Now it's Hall. This is Ferguson. A long distance pass. 速度还是可以。 Nunez shoots. Great goal. Way to win the game. Comfortable 2-0 victory here. The manager will be pleased with results like this.开个箱子。 6倍。再说一下我们那个调视觉那个问题，这个视野哈，其实大家可以多搞一下。变正，它虽然变细人变小了，可能你看起来开始不适应，但是你适应的话，感觉它整个你看球场的人来看的是更清楚，整个视野更好。而且我说的那个，你手机相对于你手机的纵向，并不是说它那个球场的纵向，只是手机的纵向的话，你会传得更精准。你会相对左调右调，调整它那个的方向，让它的传得更精准。大家可以多搞一下嘛，搞一下看你习惯哪种。你觉得我那好用的，就用我那种。如果还是习惯用的，必须用原来那种。其实两种各有各的好处。而且 SM 那种老的那种视觉方法，在传某一些球，特别是这种小的那种吊球的时候，它是有更好的作用。不过那种本身它也可以调，你也在放大的同时，你要需要，就是说你在给比较远的角度，你想把它放大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放大。实际上，那个看习惯，这儿只是做个推荐，大家根据个人习惯来哈，今儿就到这儿啊。